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世界杯好像变得越来越没有以前那种味道了。以前的世界杯那可是全球最大的平民狂欢节，能杀进世界杯的那都是含金量极高的队伍。哪个国家要是能拿到一张入场券呢，那真是举国沸腾，恨不得全城放假来庆祝。但你看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全网放眼望去，全是网友们的愤怒吐槽。以前大家疯抢的金字招牌，现在生生被国际足联 FIFA 的骚操作给玩坏了。对很多国家来说，进一次世界杯那是几代球员和球迷等了几十年的梦想，能站在这个赛场上，那是真正强者才有的荣耀。但偏偏有人就喜欢把这种纯粹的荣耀拿来当成自己买卖的筹码。2016年，在国际足联旧高层因丑闻大洗牌后，新上任的 Infantino 为了稳拿选票，精准拉拢那些足球弱国，选我上台就给你们扩名额。最后他如愿上台，但也把世界杯彻底带跑偏了。于是这届世界杯参赛队伍直接从32支扩到了48支，比赛也从64场暴增到了104场，扩容了整整50%。说白了，他就是拿世界杯的含金量换了他自己的主席大位，这感觉就像……这含金量是否会下降呢？而且这届世界杯的赛程超级臃肿，这104场被分配到了40天，平均一天就有3场。以前一支球队要想一路杀进决赛，只需要踢7场比赛，现在可倒好，得多踢一轮。球员们刚在俱乐部经历完一整年累死累活的魔鬼赛季，很多人身上本来就带着各种伤病，结果气儿都没喘匀，立马又要被拉到美加墨连轴转，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使唤吧。球员得不到休息，到了场上根本跑不动，最后就可能导致顶级球星大面积疲劳受伤，无奈退赛。那球星都伤了，多出来的这40场比赛质量自然直接雪崩。以前大家熬夜看的是神仙打架，今年打开电视机啊，很可能是强队对弱队的单方面碾压，或者是2支以前在世界杯根本没听过的队伍在场上无聊的菜鸡互啄。可偏偏 Infantino 对本届世界杯的赛制还特别骄傲，在采访里甩出了他的离谱言论。A World Cup is 104 Super Bowls in 1 month. It's 3 Super Bowls a day. 你有病啊！人家美国的超级碗值钱是因为1年就1场，最强对最强，你这注了水的3天2头踢1场，还好意思拿出来比？当然 FIFA 的算盘打得可精了，多出来40场比赛就能多卖40份转播权，40份赞助，预计躺赚130亿，光是转播权就要收39亿。但观众和转播商又不是傻子，中国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FIFA 给中国开价2.5亿美元的转播费，结果哪怕世界杯名额扩容到了48支队伍，我们中国男足依然发挥稳定的无缘世界杯。这就尴尬了，我们家子涵都没参加的比赛，我们凭什么花几十亿去转播你那些凌晨开踢的注水赛呀？国内的转播商自然是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了。最后 FIFA 彻底慌了，临近开赛只能以6000万美元的骨折吐血价跟中国谈拢，而隔壁人口大国印度到现在版权都没落地呢。 It could mean that FIFA takes a big hit to its reputation. 但比起在转播费上吃瘪的 FIFA， 更惨的其实是那些真心爱足球的球迷们，因为大家发现自己不仅在电视上只能看注水比赛，哪怕你真的攒够了钱想去现场看球，那个票价，妈耶，高得令人炸舌。既然比赛都从64场暴增到了104场，供应量多了这么多，这门票总该便宜点了吧？哈哈，想得美！咱就不说那些强强对决的比赛了，现在是连冷门如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样的小组赛，官方起步价都得要380美元。而美国的小组赛最便宜的位置也要1120美元。 Just crazy.
Just nobody has that sort of spare money. 小组赛都贵得如此丧心病狂，就更别说决赛门票了。Cheapest tickets for the final are about £3,000, 7 time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last World Cup final in Qatar. 从冷门场到热门场，从小组赛到决赛，每一个环节 FIFA 都在最大化收割。要知道，在2018年申办的时候，标书里可是白纸黑字写着小组赛最低21美元，决赛最贵也不超过1150美元。当时口号喊得震天响，说要办一届真正属于人民的世界杯。可现在这情况，连见惯了大钱的顶级名帅瓜迪奥拉都绷不住了。No, so expensive. Football for the fans. 瓜帅说的没错，但 FIFA 显然觉得足球就是用来印钞票的。为了搞钱，他们转头就引入了一套动态定价的机制。简单说就是后台系统实时监控，哪场比赛搜索的人多，系统就把那场的票价往上涨。你的购买热情越高，它宰你宰得越狠。不仅如此 ，FIFA 这次还把全网其他的二手票渠道全部封杀了，强行规定所有人只能用他的官方平台转卖。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打击黄牛，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可在这里，买家买他抽15%，卖家卖他再抽15%，同一张票倒一手 ，FIFA 啥也没干，躺赚30%。吔屎啊你！面对全网声讨 ，FIFA 主席 Infantino 不仅不反思，反而在采访里跟大家讲起了冷笑话。Actually, if somebody buys a ticket for the final $2 million, I will personally bring him a hot dog and a Coke to make sure that he has a great experience. 你瞅瞅，这是人话吗 ？Infantino 的态度就是怪我了，我们也有60刀的清明票啊。确实有，每场比赛限量400张，整个球场坐8万人，这中签率跟买彩票差不多了吧？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get. FIFA 这波操作直接做到了走黄牛的路，让黄牛无路可走。你们这就是坑人的行业。而为了把抢钱发挥到极致，他们还玩心理战，故意分批无预警的放票，强行制造再不抢就错过了的恐慌感。结果直接玩砸了，临近开赛了，好几个场次还剩余大量票卖不掉，二手票价1个月内暴跌25%，演变成了极其尴尬的门票大滞销。但 FIFA 的贪婪可没个够，球迷的钱包割完了，他还要把举办国和本地小商贩往死里薅。为了备战这届世界杯啊，每家莫承办城市那可是花了巨资，升级球场、翻新交通、加强安保。光是加拿大就为此买单了超过10亿加元，平均每场比赛就要烧掉8200万加元。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是因为 FIFA 当初可是画了大饼。Only the World Cup has an economic impact of around 40 billion, 5-6 million people coming here. 可现实呢 ，FIFA 亲手搞出来的天价门票和暴涨的旅行成本，直接劝退了大批游客。说好的破天富贵，影子都没见着，先被 FIFA 反手来了一刀。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酒店业。FIFA is now canceling about 2,000 of its reserved hotel rooms in Philadelphia. FIFA promised billions for the region, but some say the cup is looking more like a bust. FIFA 之前强行要求主办城市锁死大量房间，留给官员和赞助商使用。本地酒店为此提前几年就开始锁房涨价，推掉了大量企业常客和婚礼订单。结果临近开赛 ，FIFA 强行退单，把巨大的窟窿扔给酒店自己填。全美16个主办城市啊，8成酒店老板说订单远低于预期。温哥华6月酒店预订量甚至直接暴跌了20%。The reservations aren't there. They're not on my books and they're not, Expedia. 如果你觉得坑酒店已经够无耻了 ，FIFA 针对街边小商贩的版权碰瓷才真正叫没有底线。根据 FIFA 要求，任何没交版权费的商家都不允许在菜单、黑板门口和自家社交媒体上提到 World Cup 这个字眼。一旦被抓到，那就是天价罚款。For us to have to say things like World Soccer Event for whatever trademark reason just seems...redundant, ridiculous. 普通商贩1分钱没赚到，连蹭个热度都不行。更过分的是 ，FIFA 还要求承办城市派出本地执法人员，专门去大街上抓这些违规写字的小商贩，真正做到了 FIFA 吃肉，连汤都不让别人喝。你可是我个人吧？这种把球迷和举办国全都往死里薅的操作，纯粹是在透支世界杯这块金字招牌。
在以前，承办世界杯那可是无上的骄傲，现在办世界杯那完全就是费力不讨好，以至于下届的世界杯要么逼着好几个国家跨大洲抱团众筹，要么就得是像沙特那样富得流油的超级土豪才办得起。以前全球疯抢的香饽饽，如今变成了谁接盘谁亏钱的烫手山芋。纵观这届世界杯种种骚操作，所有的离谱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贪婪正在反噬整个世界杯。而 Infantino 带领的国际足联早就不懂足球了，在炉火纯青的商业包装和资本运作下，他们以为世界杯是一件可以通过算法、溢价无限割韭菜的商品，但他们忘了，这项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运动，从来都不是因为高贵，而恰恰是因为它的粗粝与平民化。足球的种子是在那些没有草皮的街头空地上，是在贫民窟的碎石路里生根发芽的。它是老百姓的信仰，不是资本家的玩物。当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在嘘声与滞销中尴尬开幕，全世界的球迷其实正在用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方式告诉 FIFA 和 Infantino， 别搞错了，足球从来都不属于瑞士的写字楼，它属于全天下每一个热爱它的普通人。